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Andy。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神秘的大脑。世界上所有的脊椎动物和大部分无脊椎动物都有大脑的，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那大脑是脊椎动物中最复杂的器官。那通常大脑的重量并不重，大约在3磅左右吧，软绵绵的，看起来像布丁。那大脑通常包含大约140亿个神经元，那每个神经元呢，它又和数千个神经元相连接，也就是说，跟你的手啊、你的脚和身体的各个部位相连接。神经元通过一种电子脉冲信号，在大脑和身体的各个部位传递着信息。那也就是说，大脑的存在就是控制身体上面的其他器官。那它的作用呢，就是针对某些环境做出迅速的反应。比如说，你对某个视频非常喜欢和好奇，于是就点了个大大的赞一样。那也是可以把大脑看作是生物计算机，它从周围的世界中获取信息，然后呢，再存储信息、处理信息。在人类和动物的大脑中，区别最大的就是它们的形状和尺寸相差特别的大。人类之所以能统治世界，就是因为人类的大脑的尺寸大过世界上的大部分生物，除了大象和鲸鱼。最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头真的很大，所以这里也间接验证了，不是脑容量就越大越聪明，顶着个再大的头，它也不是最聪明的。除了少数的原始动物没有神经系统，比如像水母，那现在所有的生物都是两边对称的动物。大约在5亿年前，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像是管虫的这种生物，它的形状就像是一个管状的，因为是对称的，也就是说管虫就像是一条水管，水管左边是肛门，右边是嘴，那神经元通过每一节连接起来，产生了神经链条。神经元链条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最后端是大脑，这是典型的直肠者。那软体动物中最聪明的代表就是看起来只有头和脚的章鱼，它的大部分神经元都分布在8个触角上面，而且每一条触角似乎都有着自己的思维和意识。但人类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章鱼的大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显然看起来就像是外星人，而且还那么聪明。有时间我们可以制作一期视频，专门来研究关于看似外星人的章鱼。那么地球上人类的大脑的结构主要分为大脑、小脑、脑干和间脑。根据进化论来解释，地球上的人是猿猴进化而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大脑神经也不断的在扩充，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石器时代，人类为了在捕食行动中更好的互相配合和信息传递，于是人类就创造出了语言。那动物也有它们自己的语言，特别是肢体语言。相对来讲，对人类的语言相比，它们的语言说起来还比较简单，也就是猎食、逃避危险、求偶等等，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那人最厉害的语言能力就是发明了文字。早期的人类大部分是通过画画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久而久之，觉得画画的效率太慢了。比如说在洞穴附近遇到了一只野猪，也要画老半天，等画完了，猪都跑了。所以为了简化画画的方式，于是就产生了象形文字。那为什么人类在看见文字的时候，大脑中就会形成和理解对这个文字的含义呢？当我们的眼睛看到狗这个字的时候，通过眼睛的视觉神经系统传入到大脑，而大脑对这个文字信息进行搜索，看大脑里面有没有存储于狗这个字的相关内容。如果有的话，这个内容就会被激发出来，将文字信息在大脑上还进行加工，找出原来有见过或触摸过狗的影像，构建出相应的图像。之后呢，也在我们的大脑中对这个相关的信息再添加它的情绪，比如说是非常喜欢狗，还是很讨厌狗，
有没有被狗咬过，怕不怕狗等等。之后呢，大脑再将这些构建的图像信息化。也比如说，当能看到梅这个字的时候，通过大脑的处理，由于之前对吃梅有过酸的经验，就算是没看到酸梅，人的口水自然而然就流了出来，对不对？我也在看到你现在也在流口水了。那这些都是基于进化论的基础上所分析出来的。如果说进化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在大脑里面已经有过经验，或者是已经有过相关的信息，那为什么在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完全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他们能在一块石板上刻画了一幅太阳系的星系图，上面还标有12个天体，除了正常肉眼可以在天空中观测到的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包括地球之外，竟然还包括了天王星和海王星。要知道，这2颗行星是肉眼观测不到的，一直到19世纪才正式发现。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海王星之外，还有一颗名为叫尼比鲁的行星，那他们是想象出来的吗？还有在玛雅文明中，发现一块刻有一个太空人坐着飞行器的画面。如果这些时刻是真的话，在人类还没有看见过这些星球和太空飞船之前，人类的脑海里面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是靠想象出来的话，那应该在那个文明时期就该有太空飞船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来飞行器，直到19世纪太空飞船才被发明出来。那这里有2种可能，一是他们看到了之前他们所认定的神，就是乘坐飞行器来到地球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发明出来飞行器，直到20世纪太空飞船才被发明出来。那这里有2种可能，一是他们看到了之前他们所认定的神，就是乘坐着飞行器来到地球的，这群人有可能是外星人，他们通过对猿猴的基因改造，好方便为他们干活，同时也传授人类知识，告诉人类他们是从遥远的星球过来的。所以远古人类通过石刻方式把这些都记载下来。那么另一种可能就是未来的时间穿越者，穿越到了那个时期，把未来最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传授给远古人类，所以当时的人类才有可能把这些见也没见过的东西给画出来。还有据说人类的大脑能力我们只使用了 10%， 那还有 90% 是浪费的。科学家认为某些人能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的结构有所不同。比如说世界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他从小就自闭，社交和语言能力也比较弱，但是他从小就爱拉小提琴，他的脑袋比一般人小170克，他有可能正是因为自闭的原因，那大脑的能量自然流入大脑比较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负责数学和逻辑思维的部分。那数学的公式通过转换成图像的方式进行思考，所以要变成天才要做什么？首先要学会怎么自闭，还要少说话。还有一个天才就是尼古拉斯特斯拉，他和爱因斯坦一样，他的大脑的顶叶部分也是比正常人发达，通常是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正常人也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的大脑想获得这个能力，就要加强训练，将这些数据转换成图形的思维方式，才可以将看到的事物放在大脑里面模拟运行。但是他的这种能力高出正常人许多，就像是高纬度的人类进入了我们三维世界，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光线，接收到非常先进的科学设想。他也说过，他只是把看到的东西加以实现罢了。而且爱因斯坦和尼古拉斯特斯拉，他们的脑部被开发了 15% 左右。那如果我们的大脑被开发了 100%， 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我们的头脑将会变成那样子级别的超级电脑，也不愿说话，直接通过心电感应就能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了。而且我们的空间想象力会是一个质的提升，想发明什么就能创造出来什么。
那不正是我们心目中所追求的那个神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不能100%利用我们的脑子？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把我们这部分的能力锁住了吗？我们都知道，电脑是模仿人类的大脑思维方式所创造出来的。电脑有 CPU、显卡、内存、硬盘、电源等等，就像是能通过感官来处理海量信息一样，人类的大脑就是一台非常精密的生物超级电脑。通过高科技的发展，电脑的运算能力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即使发展到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他们的计算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类的计算能力。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不会取代人类？我是说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现在只是在模拟人类的计算方式，可是还没有拥有意识和思维方式。但是说不定哪一天，人工智能无意识地产生了认知能力，也就是会分辨善恶美丑，还有羞耻心，从而他们意识到他们是有意识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那反过来讲，我们和人工智能还有超级电脑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大脑是有意识的。那是谁让我们的大脑有意识的？那有一种可能是阿努纳奇那伙人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需要工具帮他们挖金矿，所以就在地球用他们的 DNA 和猿猴进行基因重组，于是产生了人。因为猿猴当时还在地上用四肢行走，于是就把人制作成直立行走，这样双手就可以帮他们拿黄金。但是又不能让人类太过聪明，毕竟是他们创造了人类，于是在人类的脑子上面锁住了 90% 的能力。那这群最先进的人类就产生了苏美尔文明。那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脑子之所以有想象空间，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生活在超级电脑模拟出来的宇宙之中，一切的物理化学定律似乎都是人类发现的，而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在我们大脑内部其实就是一堆电子信号而已。我们再进一步想象一下，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具有相同功能的电路元件代替，然后将许许多多的电路元件按照同样的方式连接并构成我们的大脑。这个用电路元件构成的电子大脑应当与生物神经细胞构成的大脑具有一样的功能，那么这个电子大脑应当与生物大脑有着同样的思维模式，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情感，还有同样的人格。换句话说，这个电子大脑就是原来的大脑，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程序编码来模拟真实的大脑，那样思考，并且拥有情感。而且这个虚拟大脑根本就看不出破绽，它根本就无从知道它自己都是虚拟的。那我们也可以利用程序编码来模拟出一整个宇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世界和自己是不是只是一段程序而已，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可以制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看着世界里面的小人跟我们一样经历着各种事件，他们会生病，遇到不开心的事会哭，遇到开心的事会笑，遇到朋友会聊天，直接忘记上班，有时也会看 YouTube， 遇到坏人也许会和他们打一架，他们也会思考，甚至会想到自己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坐在电脑面前也会笑着说，他们还真聪明，居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虚拟的。那我们也有可能也正在被更高级的一伙设计出来并控制着呢。